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紫雲健康頻道，我是苗醫生。咱們上一期視頻聊了聊那個讓很多女性朋友痛不欲生的痛經問題。今天呢，咱們要把目光放得更寬一點，接着來說說婦科裡最常見也最讓人頭疼的大問題——月經異常。我在門診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，有的女性朋友因為月經提前了1個禮拜就慌得不行，有的女性朋友月經滴滴答答總是不乾淨，還有的女性朋友2個月才來一次，量還特別少，大家都很焦慮，跑到藥店去買藥，結果發現貨架上的藥五花八門，什麼烏雞白鳳丸、益母草、逍遙丸，完全不知道該選哪一種。按照藥店藥師推薦的吃了也没啥感覺，有的不僅病沒治好，身體反而更難受了。這是为什麼呢？因為中醫治病講究一辨證，你得知道自己身體裡到底是堵了、虛了，還是熱了、冷了，才能對症用藥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就把中醫婦科裡最複雜的月經異常給大家梳理清楚。我會把婦科常見的10種月經病歸納成2大類，並且手把手教大家怎麼通過看月經的顏色、質地，還有自己的舌頭，來挑選最適合你的中成藥。這一期全是乾貨，建議大家先點個收藏，萬一哪天自己或者是身邊的家人需要了，隨時都能翻出來對照着用。好，我們直接進入正題。首先，我們要把中醫裡聽起來很複雜的這10個病名：月經先期、月經後期、先後不定期、月經過少、月經過多、經期延長、闭經、崩漏、痛經、經間期出血，給它簡單化。其實從中醫的角度看，這些病名都是根據臨床症狀來定的。比如月經先期，就是指月經提前7天以上來了；月經後期，就是延後7天以上才来。還有一個咱們中醫特有的詞叫崩漏，這聽起來挺嚇人的，它指的是那種非經期的突然大出血，或者是經期淋漓不盡，這屬於經期和經量嚴重異常的一種疾病。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和記憶，我把這些病名歸納成2個大類來探討。第一類叫月經頻多類，第二類叫月經稀少類。咱們一個一個來拆解。第一大類，月經頻多類，這一類包括月經提前、月經量多、經期延長、經間期出血，還有咱們剛才說的崩漏。用現代醫學的話說，這通常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、排卵障礙、子宮內膜異位症、子宮肌腺症，甚至子宮內膜息肉、節育環異常有關。當然，我們首先要強調一個原則，如果是出血量特別大，或者懷疑有任何惡性病變，一定要先去醫院做檢查，該診刮的時候必須診刮，排除子宮內膜的惡性病變，這是前提。那在中醫看來，為什麼月經會變多呢？主要有3個原因：淤堵、血熱、體虛。咱們先說淤堵，大家可以把血管想象成家裡的下水道，如果下水道堵住了，水流不下去，它是不是就会往外溢？身體也是一樣，如果脈道受阻，舊的血不去，新的血不生，血不歸經，就會導致月經頻繁、量多。怎麼判斷是不是淤堵型呢？這種朋友的月經顏色通常是暗紅的，甚至是黑色的，裡面經常夾雜着血塊，而且因為中醫講不痛則痛，所以你經常會覺得下腹痛，伸出舌頭來看看，舌象往往有瘀點、瘀斑。這時候該用什麼藥？咱們常用的有雲南白藥和芡脂膠囊。雲南白药大家都聽過，只是配方保密，但它對於淤血導致的崩漏、月經量多、滴滴答答不乾淨效果很好。芡脂膠囊呢，裡面有川牛膝、三七、茜草，也是活血化瘀的。但是這裡有一個超級重點的禁忌，活血化瘀的藥絕對不適合懷孕期間的出血，切記切記。再說血熱，熱邪在身體裡就像鍋裡的水燒開了會沸騰一樣，熱會破血妄行，逼着血液不按正常時間流出來，導致量多或者提前。怎麼判断是不是血熱型？這種月經的顏色是鮮紅的，因為有熱蒸發津液，質地會比較粘稠，人也容易煩躁、口乾、嗓子痛，脈搏跳得比較快。這時候用什麼藥？我們可以選斷血流膠囊或者保宫止血顆粒。斷血流膠囊的主要成分就是断血流这一味藥，它是性寒的，專門治血熱型的出血，能縮短凝血時間。保宫止血顆粒呢，主要是凉血止血，對於阴虛血熱導致的月經過多也很管用。最後是體虛，虛也分很多種，比如腎虛和脾虛。腎主生殖也主封藏，如果腎虛封藏不住了，血就流出來了。脾主統血，
如果脾虛統攝不住血了，月經也會多。怎麼判斷是不是體虛型？這種月經顏色是淡的，質地是稀的，像水一樣，病人臉色蒼白或者是萎黃，整天沒精神，神疲乏力，舌頭顏色也是淡淡的。這時候用什麼藥？如果是針對虛症止血，可以用宮血停顆粒，它裡面有龍骨、牡蠣、益母草，既有收斂止血的作用，又有黃芪黨參補氣，還有女曾子、漢蓮草滋補腎陰，還有一個藥叫安坤贊玉丸。這個藥成分非常複雜，有名貴的鹿茸、阿膠、紫河車，還有當歸、龍眼肉這些補益氣血的藥，它特別適合那種氣血兩虧、脾腎不足導致的崩漏和月經頻多。好了，說完了月經多，咱們再來聊聊第二大類，月經稀少類。這一類包括月經延後、月經過少，還有闭經。這在現代醫學裡多見於多囊卵巢綜合徵、高泌乳素血症、宮腔粘連、卵巢儲備功能下降這些問題。中醫看月經少，病機主要有3個：瘀、寒、虛。大家可能發現了，月經多也有瘀和虛。為什麼月經稀少和月經頻多的病機裡都有瘀和虛呢？這個其實不矛盾。淤血可以堵住經絡，讓血運行不暢，可能出現月經少，也可能出現月經多，關鍵看堵在哪兒，怎麼堵。虛症也是一樣，脾氣虛的時候，如果是生化無源，就是血生成不出來，月經就會少；如果是脾氣虛管不住血，就是上面說的脾不統血，血往外跑，月經就會多。理解了這個道理，咱們用藥就心裡有數了。至於那個熱，在這裡就變成寒了，因為中醫認為一血得寒則凝，得溫則行。熱了血流得快，流得多，冷了血就凝固了，流得少。咱們還是一個個來看怎麼選藥。第一種是淤血阻滞導致的月經少，淤血把冲任經脈和胞宫堵住了，或者經絡堵塞運行不暢，血流不過來，自然就少了。我們分辨的要點，它的表現其實和剛才講的月經多裡的瘀症很像，月經顏色也是暗紅或者黑的，有血塊，伴有肚子痛，舌頭有瘀斑。唯一的區別就是刚才那是量多，這個是量少或者好久才來一次。推薦中成藥，可以選益母草顆粒、婦科回生丸，還有調經止痛片。益母草顆粒大家應該不陌生，益母草這味药從古用到今，活血調經效果非常好。研究也發現它能興奮子宮，改善微循環，促進內膜生長，讓月經量增加。婦科回生丸呢，成分更多一點，除了有川芎、桃仁、紅花這些活血猛藥，還加了一些補氣的藥，所以它不僅能活血，對於那些因為氣血不足又夾雜淤血的患者，不僅能通還能補。第二種是寒凝血瘀，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宫寒。我們分辨的要点，這種朋友月經顏色是淡的，質地清晰，最典型的症狀就是肚子冷痛，得5個熱水袋才舒服，舌頭顏色淡，推薦中成藥。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用溫熱的藥，首選艾附暖宮丸，它的成分裡有艾葉、肉桂這些溫熱的藥材，能溫經散寒，再加上當歸、黃芪補氣血，對於宮寒導致的月經推後、量少，調整效果特別好。詳細配伍我們在前面的視頻裡說過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。第三種是气血虛弱，如果是脾气虛，生化無源，血就造不出來，或者肾气虛，冲脈任脈失去濡養，月經自然就少了。分辨要點，月經顏色淡紅，質地稀薄，整個人看起來就是虛的，臉色蒼白，神疲乏力，有的還會有心慌、失眠、舌質淡。推薦中成藥，這種情況就需要大補。如果除了月經少，還有心悸、失眠、吃得少，可以用人參歸脾丸，它源於名方歸脾湯，有人參、黃芪，補氣補血又養心。如果只是單純的氣血兩虛，面色不好看，可以用八珍益母丸气血雙補。還有一種情況，如果是平時心情不好，愛生悶氣，心煩抑鬱，同時月經量少，這屬於氣滯血虛，這時候可以用婦科調經顆粒，它裡面有香附、鹽胡索能行氣解鬱，又有當歸補血，既能疏導情緒，又能補血調經。說到這兒，大家應該對自己的情況有個大概的了解了吧？我們來總結一下，月經病看起來複雜，其實離不開瘀、熱、寒、虛這幾個字。月經多主要找瘀、熱、虛；月經少主要找瘀、寒、虛。
如果是瘀，關鍵看有沒有血塊，顏色黑不黑，痛不痛。如果是熱，關鍵看顏色鮮紅不鮮紅，人煩躁不煩躁。如果是寒，關鍵看怕不怕冷，肚子是不是冷痛。如果是虛，關鍵看月經顏色淡不淡，人累不累。當然，我還是要囉嗦一句，雖然今天教給大家怎麼對症選藥了，但如果你的症狀非常嚴重，比如出血量特別大止不住，或者是劇烈的腹痛，千萬不要自己在家裡扛着，一定要及時去醫院進行檢查治療，排除惡性病變，在明確診斷的前提下使用，這樣才能事半功倍。如果你覺得這期內容對你有幫助，可以點個讚，收藏一下，也可以轉發給身邊有需要的家人朋友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